你看我们多舍得给料，这不是泥巴，这是我们18味香辛料打成粉，腌了2天2夜，把这个腥味去掉了，鲜味提出来。我的鱼是不能洗的，不能下水的，一下水它就晕了，晕了就不新鲜了。每条鱼有4、5千条，总共有1碗4、5千条鱼了，今天其他的不要。我们湖南人特别喜欢吃鱼，但是吃鱼比较挑剔，我们基本也只吃本地的鱼。外地的为什么不吃？我们这边水质是洞庭周边养殖的，水质比较好。但是武昌鱼不是湖北的吗？武昌鱼它只是边鱼里面的一个品种，咱们这边也养殖。大姐，这一天能搞多少条？我2秒啊，2秒钟3条鱼，你搞多少条的鸡蛋？说咱这个鱼是不是不能洗？这个鱼千万不能洗了，洗了就没鲜味了。在没杀到之前，千万不能进水。这个我们每筐都是有数的，剩下这个有6千条，它们宰鱼是很快的，2、3秒一条。要趁着它新鲜，毛孔还在张开的时候就要把它宰完。我们腌完之后，它还活蹦乱跳。咱们这个清洗的话还是很讲究的，这个必须要腌制24个小时之后，再用手工清洗。手工清洗完了之后，再用机器清洗2遍。这是先进的滚筒清洗法，这个原理跟洗衣机差不多。这个就是咱们花了30万打造的这个烤箱，咱这烤箱啥都能烤，三文鱼啊、桂花鱼啊，还有这个东星斑呀，只是说烤出来的味道还是没咱们这个边鱼烤的好吃。你看这个鱼啊，它鼓起来，咱们是开背做的，它证明它是比较新鲜的，它越新鲜，这个鼓的越高。正宗的武昌鱼都是13根半翅，整个鱼烤干的话，它就有点牛肉干的韧性，又有鱼的鲜味，吃起来肉质有点回甘。我们家几代人做这个鱼，总结出来这个经验，现在烤到这个程度是刚刚好。我们烤了24个小时这个酱板鱼啊，这个鱼已经烤得很干了，里面的水分全部烤出来了。秘制料，这料你会配不？这个我不会配，这是老板秘方总结下来的。咱们这个是不是老卤？是老卤，咱们这个老卤一定要配上这个新料。这个鱼啊，卤完之后，它连这个鱼刺都是香的，骨头都好吃。像我们这个师傅啊，没有个10年8年，他摆不了这么快。这个摆鱼的话，一般也要老师傅，要摆2、3个月才能学会。他摆不好的话，整个鱼就会卤烂掉，然后夹不起来。咱这一锅能卤多少斤？我们一锅可以卤250条左右。你们以前那个石头咋不见了？卖了，他同胞卖过去了，已经卖了几10万。不要听他吹牛，别人是买回去做卤菜用了。这个活看起来简单，没有10多年的功底是把不了这么好的。我们公安流菜园是今天做，明天发，3到4天到你家。那这是不是预制菜？这个应该不算预制菜，这比自己在家里做的还要新鲜。我们公安流菜园只用牛肉、牛肚、牛筋炒的水，牛肠啊、牛心啊都是用来做牛杂了，用的都是2至3年的江汉水牛，而且只取它的前腿部位的。黄牛是会小炒，肉质比较嫩，每天都是30多工人纯手工切制。那咱这一天能做多少斤？一天做1万多斤。姐，像您一天能切几头牛5头牛，我们都是切的那个前腿肉。这里很忙的，姐，这个牛肚一天能用多少斤？一天2、3千斤，过年过节更忙，都是用的好的。一号那锅子里面煮的话，都是要几个小时。这个牛肚怎么还有黑的有白的呢？它和人一样嘛，有的有黑的，有白的，牛也是一样。咱这个为什么要手工切胚呢？咱们手工切的更加的均匀，跟家里打饺子馅一样，手工打起来的饺子馅更加的香。牛蹄筋下锅，这个一车就是一锅。咱们为什么要用牛油炒啊？牛油炒起来香，公安油菜园一直都是这样炒。
它是我们荆州地区特色的一种希腊酱跟主酱。这个是牛山鲜里面的主料，离开了我们公安这种特色的酱的话，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到这个味的。我们这一锅牛三鲜是200斤牛肉、100斤牛肚、100斤牛筋，我们是祖传的。我们的师傅在他父辈做了20年，他又做了20年。工厂炒的牛三鲜是大锅熬制的，比有些酒店、饭店的炒出来味道更好。这个得用多少头牛？您算过没有？这个我没有算过。这个是汤肉分离的，因为我们后面要去称重。要保证每一份里面的肉和汤的比例都是精确准确的。我们这个就是10打10的分量，把里面的八角、桂皮还有生姜都已经剪出来了。这为什么要手工称重啊？手工称重更加的精准。这是一份的公安牛三鲜，大家收到以后，这个是冻起来的。我们刚才那个状态的话，就要放热水里边烫一下。这个味道的话，就是那种香辣口的牛肚。这个牛肚不光是大块，吃起来非常的弹。牛肉的话哈，给的都是比较大块的手工切胚。水牛肉这个纹理比较粗，所以非常耐嚼。牛肚跟牛蹄筋给的配备的就是比例的话是很高的。大家如果喜欢吃粉丝，给里边可以煮点粉丝。我觉得这个量的话，怎么说呢？有的人说够1个人吃，有的人说够俩吃，有的人说够3个吃。但是冬天的话，像做一个这样的小火锅，下点粉丝啊、千张啊，应该是够1家3口吃的。这是古法熬制的老麦芽糖，甜不甜？这个主要是香味儿，应该是能明显的闻到香味儿的。这一锅是200斤麦芽糖，帅哥，这一锅得多少钱啊？按现在市场估值来算，怎么也得3、4千了。咱这大概2到3天就要换一次了。要让每一个毛孔都喝饱。我们密三刀的这个一大特色就是用这个古法的麦芽糖来做的。会做麦芽糖的人还多不多？现在不多了，因为投资回报率可能也不高，所以说单独卖这个的很少。这个花生油也是有讲究的哈，也就是说熟榨的花生油，这样的香味比较浓厚。老花生油的工艺它非常的香，泰山下的山泉水再通过净化。井水不行哈，最好是泉水。这什么面啊？它汶阳良田产的小麦粉，过去几十年前也是用的这个小麦粉，现在没有变。师傅，您做密三刀多少年了？20来年。你们家里做了多少年了？这个就无从考证了。那已经断代了，您怎么又想起来做这个呢？首先就是爱好，第二觉得能挣钱吧。老板，这个1年能挣多少钱？这个产品大概1年不到100万吧。其实密三刀现在这个老产品到底是缘起于哪儿，已经是无从考证了。每个地方的密三刀都有自己的特色。你看山东有山东的这个样子，就是姜亮不粘，里面灌透了姜啊。徐州地区呢，它就是比较干酥的那种。其实传统糕点利润也就那样，因为它太传统了。我们也尝试过用机器来和这个面，但是出来的状态、口感、嚼劲来方面，比手工的要差很多，层次感不够。这个是皮儿是吧？对，这底下的皮儿。密三刀里边有蜂蜜吗？放密三刀并不是因为它里边有蜂蜜。第一，你考虑这个成本是不可能的；第二，蜂蜜在超过60度的时候，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已经被破坏没了，也不适合去做这个产品。所以说，我们山东人要实实在在。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有的人可能说里边滴2滴蜂蜜，他说里边就说是蜂蜜做的。其实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太厚道的行为。这还是泰山山泉水吗？我们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既然我们有这个条件，为什么不去利用呢？你个撒芝麻的手法也不一样哈。对，一般就是铺芝麻，只要撒满就行。这个滚刀是我自己发明的做了这么一个小工具。这一次能切多少条？这10来条吧。你1分钟能切多少刀啊？8、90刀没问题吧？对于经验老道的师傅，熟练之后它是非常精准的，基本都是控制在3刀。机器炸的比传统手炸的好吗？对，因为机器炸的受热比较均匀，压下去是为了让它每一面都能炸到，它浮上来就只能炸下面，上面就炸不到了。
山东版的蜜三刀哈，这个是在自己熬的麦芽糖里边浸泡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它这个汤汁灌到里边去了。你咬的话，它里边居然有一点点爆浆的那种感觉，外边炸的特别酥脆，底下这个皮儿有一点点韧劲。你说它一点都不甜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传统糕点它就是喜欢这种甜味给它比较足，但是它这个还好，虽然里边有爆浆，吃了是甜而不腻。做这个的人很少了，现在人家都不愿意做了，又是手艺活又是体力活。这个草是咱这里特有的是吧？对，这是我们清江两边的，清朝以后就有这种工艺了，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吧。这个是我们的豆腐棍，接这种豆腐皮的。这是包浆包在上面的吗？这是豆油嘛。这种豆棍一年接这一根，我们一天要做400多斤，也不知道接了多少层呢，反正一般留着送人的。这种蒲草做的豆干呢，带有一种清香味，手工编制的，老年人一来一少了，年轻人他不愿意做了，一天做个5、60个，3、5个月就要换的。你米好白啦，米好。像咱这个的话，一天一个人能包多少？包2000块左右，有7、8年的熟练工了。现在人家都不愿意做了，工资又不高，也还是到工序了。把它里面的那种黄姜水焯出来，焯出来以后，它这个豆干它就不苦。黄姜水就是豆腥味儿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们用的这个豆干就用这种酱。得用多少黄豆做的？这里有300斤的黄豆做的。能做多少斤酱啊？600斤。这个酱啊，它是晒着1年才能用，这很耗时嘛，耗人力嘛。那你怎么不进成品呢？进成品的不放心啊。这卤水一般用多久？只要不坏，我们就一直用下去嘛。那你们这个都用了80年了？这个没有。一个调料，一个酱，一个调料包。这为什么要用水缸泡呀？它这个陶瓷缸啊，它保温，塑料桶泡的，它散热太快。这个得卤多长时间？我们这个卤到明天这个时候，大概20多个小时吧，味道全部在里面。这是为了好看还是好吃这一步？又好吃又好看又香嘛。这个臭卤水是拿什么做的？芝麻嘛。芝麻怎么能做出臭味来？芝麻烂嘛，全是芝麻的。这么早就来买吗？对。他们是自己吃还是给饭店？他们自己卖菜的。给你吃的。这个就是当地的特色酱油干，我还没尝。老板说这个豆干是带着蒲草的那种清香味儿。他家这个酱全部都是自己酿造的。这个味道相比那个臭干子的话，它味儿没那么重，很清淡，但是后味那种酱油的香味特别浓郁。一天的话，差不多是腌30万个蛋吧。那一年多少个？一年差不多1亿多个。这些年经我们手的鸭蛋绕地球可以好几圈。我们家干这个3代人了吧，4、50年是有了。我呢准备退休了，想把我这个鸭蛋事业传给我儿子了。慢点哈，这是西安过来的红土。5000一吨，这个红土多干净，一点灰都没有。当地的土灰尘太多了，西安运过来的红土它更干净，像面粉一样。这是井盐还是海盐？这是井盐，没用过海盐，因为海盐含钠比较高一点。哦，咸吗？对，腌制出咸鸭蛋比较咸。这是麦秸烧的这个草木灰，
加这个有什么效果？加这个能让腌出的咸鸭蛋有一种芝麻味。这一桶加多少芝麻酱啊？加200斤。芝麻酱贵还是土贵啊？鸭蛋还是贵。这一桶泥巴算的成本差不多得2000块钱。这桶能腌多少鸭蛋？5000枚左右。这个鸭蛋不用清洗，压分成的鸭蛋全部要剔出来，清水清洗，外壳的保护膜破坏掉了。我们采用的是中国4大名鸭之一吴县湖马鸭，就是它吃小鱼小虾，下的这个鸭蛋，这个蛋黄是发红的。这是我们的全自动滚蛋机。别人不是说手工滚的好吗？轻快上讲是手工滚的好一点，实际上都知道用机器滚蛋呢，它滚得更加均匀，而且效率还高。我们1个小时差不多能滚15000个蛋吧，5个人工1天都滚不出这么多来。像这一堆也是我们1天腌的。像这样的库房，我家也多得很，10几个。咱这个鸭蛋比较占地方，冬天啊得腌55天，夏天啊也得40多天。打开看看啊，它里边的这个蛋黄啊还没有完全发硬，就温度不一样，差1天都不行。水腌蛋10来天就腌好了。咱这是泥腌的，它浸盐速度是很均匀的。这盐怎么都渗出来了？这个鸭蛋表皮啊是有呼吸孔的，你看这个盐啊，它都被排出来了。这个泥怎么不红啊？一直是我们古代传下来的，都是用草木灰去腌制。草木灰第一个能起到杀菌的作用，阻止这个浸盐的速度。这个咸鸭蛋啊和普通市面上的咸鸭蛋不一样，达到的效果是起沙含油。以前大家都喜欢吃这个爆油的咸鸭蛋是特别的咸。大哥，这步干什么？这叫光检，把坏蛋、不合格的蛋全部挑选出来。上锅，帅哥，这3篦子有多少个呀？3篦子7000个。这用的什么茶叶呀？这个啊，咱们用的是武夷山的大红袍，我们之前也对比过云南的滇红、正山小种都试过。像这个武夷山的大红袍做出来的口感和味道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一锅放20斤茶叶，1篦子放5斤。这个贵不贵呀？还行吧，都是50、60块钱的东西。那这一锅就得1000多块钱呀？啊，咱烤的鸭蛋也多呀。我们这一锅就得烤7、8千个鸭蛋，合到一个鸭蛋上才1毛钱都不到。帅哥，这得烤多久？4个小时。我们这个烤炉啊分高中低3个档位，高温啊可以达到120度。第一要把鸭蛋烤熟，第二呢要把茶叶的香味更好的融入进去。松沙含油就是这种状态哈，特别好，不要爆油的，爆油的有点咸。这道空口吃哈，但其实是稍稍有一点咸的。你说咸鸭蛋它一点都不咸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它烤鸭蛋相对于咸鸭蛋来说，它盐是比较偏轻的，而且这个蛋清的话，它通过茶叶的烤制，它有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儿，也有一点点茶香味儿。